Hello，大家好，我是先锋君。说起布鲁克，我们总会在脑海中浮现那个猥琐的老骷髅。他逗逼、乐观、忠心耿耿。他虽然是一堆白骨，但是在他空洞的双眼中，你总能看到沧桑和孤独。第一次看到布鲁克登场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具看上去脆弱单薄的骨骼，除了演奏还能做什么？如果打起架来，恐怕被人一拳就打碎了。然而让众多海迷意想不到的是，布鲁克虽然是一把老骨头，但并不畏惧战斗，甚至他有几次出手还为草帽团立下赫赫战功，实力不容小觑。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音乐家灵魂之王布鲁克的5次最精彩的对决。第一场，谈笑间灰飞烟灭，布鲁克 PK 蜘蛛猴。恐怖3微帆船篇章，草帽团一进入莫利亚领地，弗兰奇·罗宾遭遇了蜘蛛猴的袭击，而且蜘蛛猴手下有上百只蜘蛛耗子。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是防不胜防的，而且迄今为止被我们盯上的猎物是跑不掉的。当蜘蛛猴将弗兰奇注意力转移过去后，蜘蛛耗子们就趁机下手将罗宾抓住。在这个关键时刻，一阵空旷寂寞又十分养耳的优美歌声传来。只见一个穿着颇为绅士的骷髅头不知何时站在了罗宾和弗兰奇面前。既然你们来了，我就把这个岛上的事告诉你们吧。罗宾则警告说，骷髅小心，这家伙很危险。而骷髅则不以为然地说，胜负已分。当布鲁克念出了招式的名字并且渐入剑鞘时，蜘蛛猴突然惨叫起来，脸上不知何时被切了一刀。谁也想不到莫利亚旗下将之将军蜘蛛猴塔拉拉居然在布鲁克手中过不了一个回合。这位在罗杰时代以前就已经在伟大航路上驰骋的海贼界老前辈果然不是虚的。布鲁克第一次出手就展示出了十分优秀的个人实力，他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家，更是一个可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士。第二场，音乐中的梦幻力量，布鲁克 PK 鱼人族。在鱼人岛的大乱斗中，布鲁克展示了自己音乐除了催眠以外另一种能量置换，宛如幻术一般的音乐灌入敌人耳中，使敌人看到无数烟花，看到了派对，看到了很美好的事物。而就在大家高高兴兴准备开派对，布鲁克则仅用京都快刀斩梦幻曲一招将那些陷入幻术世界中的敌人全部撂倒，堪称清理杂兵的最佳招式。第三场，来自地狱的寒冰之剑，布鲁克 PK 杰欧。在与新鱼人海贼团干部杰欧的对决中，布鲁克居然悟出了黄金果实的真正力量，能够通过音乐震撼人们的灵魂，能够让灵魂离开身体。这些发现为布鲁克之后开发和运用果实能力提供了很多帮助和灵感。除此以外，只要骨头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就算被砍了头，布鲁克也不会死。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既不是器官，也不是肌肉，而是灵魂。紧接着，布鲁克对杰欧使出丧魂剑，也许是因为受黄泉果实能力的影响，布鲁克的剑上居然还带有寒冰属性加成。而根据布鲁克本人所说，我把黄泉的冷气传递到这个世界上，最终将杰欧打败。第四场，灵魂之王交响曲，布鲁克 PK 大马海贼团。蛋糕岛篇，布鲁克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黄金果实能力被布鲁克开发到了极致。黄金果实不仅可以使已经死去多年的自己以骷髅的身份复活，而且还能灵魂出窍做侦查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黄金果实对灵魂的干扰能力，克制了大妈魂魂果实对灵魂控制的能力，完胜大妈手下那些普通的霍米兹。布鲁克与佩德罗潜入大妈的城堡内，准备盗取路标历史正文拓本，结果被城内的守卫们逮了个正着。由于外力塞进身体里的灵魂，在我满怀执念的灵魂召唤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原来布鲁克在成为演唱明星之后，尾田赋予他灵魂之王的名字还有这一层含义。那些被其他灵魂驱动的霍米兹在布鲁克手下一招都没有挺过，纷纷倒下，这可比路飞用拳头去打省劲多了。此次潜入虽然造成了骚乱，但布鲁克灵魂之王的觉醒记获得海迷一片惊叹，而且他还收获了路标历史正文拓本以及四皇大妈的肯定。第五场，剑与斩，布鲁克 PK 四皇大妈。当大妈手持拿破仑脚踏宙斯追杀草帽团时，布鲁克再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准备正面硬刚四皇大妈。你想和我打吗，灵魂之王？你的剑对我连擦伤都做不到。但布鲁克还轻松地回应道，可以欣赏你的内裤吗？就在大妈愣神之际，布鲁克已经迅速出招，大妈的拿破仑还没有挥出去，布鲁克已经结束了战斗。鼻哼三声，魂之剑与斩。一剑劈了雷云宙斯，使得宙斯放出大量的雷电，对大妈造成伤害，最终被娜美降服。此战役，布鲁克不仅保护了桑尼号，还助娜美收复雷云宙斯，再次立下汗马功劳。好了，以上就是布鲁克最精彩的5场对战了。我是新风君，咱们下期见。